酒喝完了，该打一架了。好强的剑气！你们瞧瞧，比宣六还要做作的人终于登场了，闹这么大动静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似的。可是师傅，他是谁啊？他是剑仙羽生魔啊！李长生，好久不见，好像也不是那么想见你。他是男的？他是男的。可为什么？他练的是魔仙剑，魔仙剑传言乃凡人向魔神借力，传下剑谱，修炼此剑者极易遭到反噬。他就是在试图强压魔仙剑反噬的时候出了岔子，以至于身子虽然是个男儿身，但面容却越来越像女子。哦，羽生魔，你从南绝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找人。我不是来找叶灵芝的。你知道？闪开！哎，你凭什么打人啊？他在哪里？什么他呀？他是谁啊？别装傻，叶鼎之，他在哪里？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我是他师傅。你说是就是啊，他还来参加学堂大考，拜我师傅为师傅呢。哼，荒谬！借剑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剑仙之间的对决啊，不是一招一式，而是决人间之华彩，引天地之共鸣。陛下，是羽生魔的旋风剑。父皇，羽生魔他一定是来找那个叶云的。那乱臣贼子多年藏身南绝，习得一身高绝剑术，一定是羽生魔的徒弟。父皇，您不能再犹豫了呀！他是来报仇的。他要儿臣的命啊！儿臣虽然死不足惜，可儿臣更担心的是父皇您的安危啊！父皇，
发布通缉令，全城搜捕叶鼎之。遵旨。哎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找我师父，他是来找我的，我要去见他。你不许去，姑娘。是你说要留下来报恩，要给我讲完故事的。我并非要走，只是我师父若见不到我，定要搅乱这天气。姑娘，我答应你，我见过师父之后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。我不信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别哭了，我真的。真是难得啊！所以你到底是人是鬼啊？怎么老神出鬼没的？李长生和羽生魔一共对决过3次。第一次，李长生已是天下闻名的剑客，而羽生魔才刚初入江湖。羽生魔挑战李长生，败于他的一剑之下。由于当时羽生魔并无名气，故此这一战几无人知。第二次，李长生依旧一剑胜之，羽生魔剑折，故此改练魔仙剑。第3次无人得关，不过往后的8年，羽生魔再未踏足北夷。所以，你是来干嘛的？此乃绝世对决，自然是来记录的。李长生，这一战你必输。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打完这一仗，学堂得赔不少钱呢。谁啊？这么着？不是，这就打完了？没那么快。同犯异色，这是走火入魔了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种说法。的确是走火入魔了，不过不是普通人练功的走火入魔。羽生魔自愿入魔，以身入魔，得成无上剑法。你啊，真是数十年不改的做作，不闹出点大动静，就不像个高手似的。剑落。天阵。放飞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打雷劈？你这个成语用的可真是不好。
他们人呢？该不会是让雷给劈没了吧？我这才刚拜完师，还什么都没学呢。打完了自然就走了。打完了？那他们谁赢了？你没看清楚吗？你看清了？我自然看得一清二楚。搞什么啊？就我虽说我没看清，他在吹牛，他也没看清。那你看清了？果然是天下第一。早跟你说过了，魔仙剑是主，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肯放下呢？赢我就这么重要吗？嗨，其实啊，你只要回去好好休养，再锻炼锻炼身体，熬过几年，等我死了，你再来争这个天下第一，不是更容易吗？谁都不知道你活了多久，我怕是等不到那天了。放心吧，这一天不会太久的。我知道，我打不过你，但听闻云，叶鼎之来了天启城，我知道他的身世，我怕他在天启城被人为难。嘿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个冷心冷情的羽神魔，对自己的徒弟感情还是很深的。你且离去3日之后啊，我定会让你那徒弟安然无恙的回去。有我的承诺，够不够？我看不透你，看不透我就对了，我是天下第一啊，哪那么容易被人看透的？放心吧，叶鼎之是天纵之才，不会折在这天启城的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这辈子打不赢我。倘若往后你的徒弟打赢了我的徒弟，也算你赢。哈哈。怎么这么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屋顶怎么破这么大一个洞啊？我咋睡个觉，屋顶就没了呢？是啊，你要再不醒的话，就要变成冰棍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概就是我们的师傅跟别人打了一架，在还没打之前就撞了个洞出来，而且这只是里面，你们是没看到外面。现在上面连一块完整的瓦片都看不到。状态，
李先生不是只撞出了一个洞吗？为什么整间店的损失都要我们来赔偿？这，对呀，董妈，是谁那么大的胆子啊？敢和师傅打架也就算了，这钱不赔就跑了，咱们得跟他要啊。是啊，但怕是有些困难。此人是剑仙羽生魔。羽生魔，看来得让老七破费了。行了，拿着这个单子，明日去锦玉王府领银子吧。哎呀，得嘞。师兄，醒醒！师兄，醒醒！都醒醒啊！这要让外人看见，像什么样子？还叫什么八公子啊？这是师傅弄的。哎，这边。哎，对了，谢轩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明年的公子榜啊，就要变成北离九公子。我们几个已经把他的名号都想好了，你听听啊，九公子，一语双关啊，怎么样？凑合。哎，不过你早就醒了，你是在装睡，是怕掌柜的把账单给你？嘘，别说破。我可听到了啊！哼。这个人见过吗？看看，没见过。没见过，再仔细看看，真没见过。走。又有人被通缉了呀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哎，谢轩，反贼长得还挺眉清目秀。昔日将军府余孽，说不定啊，以前还是个小将军呢。没见过，再仔细看看，真没见过。走。又有人被通缉了呀，也不知道犯什么事儿了。这年头，哎，谢轩，反贼长得还挺眉清目秀。昔日将军府余孽，说不定啊，以前还是个小将军呢。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没想到你会的可真多呀。那是因为死过很多次。叶鼎之，原依云，昔日将军府余孽。原来，
遂起楼台信步，燕声惊得侧目。追雁入寒露，忽忆生死别度。谬误，谬误！回首不见来处。对了，靖王府，我要去找他。别冲动。别暴露了他的行踪，他现在可是朝廷钦犯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他醒了。我师父他走了。走了？对。怎么可能？我何至于骗你？你的师父剑仙羽生魔跟李先生在碉楼小筑屋顶上打了一架，然后双双不知所踪。后来，只有李先生回来了，说你师父羽生魔已经回南卷了。也好。师兄，我想单独跟他说说话。好。姑娘，还在为今天的事情而生气吗？我真的没有要走。现在我师父也走了，我把故事跟你讲完，你别难过了。到现在，你还不肯跟我说吗？到现在。你还是叫我姑娘，云哥。什么？我说，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相认吗？叶云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不仅是我知道，皇上也知道，全城的人，全天下的人也都会知道。看来，这就是命，逃不出的宿命。文君，云哥，云哥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文君真的好想你。我以为真的再也见不到你。
是回来了吗？是啊，我的云哥，好等他能回来。原来这才是叶鼎之的真实身份。当日他走的那条路，应该是被雨季拦下了。难不成放出这条消息的是雨季他们？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无事。吴相使为何不直接将叶鼎之在请豫王府之事告知亲王？因为吴相使的目的，并不是要让北离抓住叶鼎之。你是说？没错，他要逼叶鼎之离开天启。天启麻烦太多了，只有他离开天启，我们才有可乘之机。我原本以为，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死掉了呢，怎么可能还活着呢？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可他偏偏就是活了下来，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活得好好的，成为了很厉害、很厉害的人，而且还兜兜转转的与我重新遇见，成为了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你说，你此生最好的兄弟失而复得，是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儿？嗯。可你才活了多久啊？就知道是此生最好了？是，我知道。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，到我变成一抔黄土埋在地底下，他一定都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。或许之后，我也会遇到其他的朋友，也懂我，也是知己，但都称不得一个最好。那对你而言，什么叫最好？对于我而言，在最对的时间，遇见那个最毕生难忘的人，便是最好。自那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，都少了那么一点缘分。不过他现在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。
再像从前那样，一定不会。做你最好的朋友，真幸福。你还活着，很好。罗师兄，文君的。如你所看到的，她不喜欢景玉王，但需要嫁给他。半年后。 叶元，如果你早一点出现就好了。现在也不晚。罗师兄，只要我回来了，就不晚。 雷儿，你是说叶鼎之现在在锦鱼王别院？师傅，您这是喝多了吧？我昨儿跟您说的很清楚的。怎么会？兄长虽然素来与亲王不和，但他曾承诺过我，一定不会将学堂拉下水。此事应该与兄长无关。不如我直接去问他一问。不用了。既然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那个地方也挺安全的，那就不必再添麻烦了。先生说的是。可是，他若一直这样待在那里，却也不太合适。因为据我所知，别院中除了有影宗的骆师兄之外，还有我那还未过门的嫂嫂。放心吧，既然我们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会把他带走的。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。东巴，这几天你要好好休息，2天之后我带你去见你的好朋友，然后送他离开。你为何要送他走？我还没来得及和他叙旧呢。叙什么旧啊？你去男爵找他叙旧不就行了吗？现在到处都在抓他呢，你说是他的命重要，还是叙旧重要啊？笨徒弟。那当然是。好吧。
前些日子都是劳烦你下厨，今日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可有个称号，我知道，草原小食神嘛。你记得？云哥说过的话，我都记得。快尝尝。好吃好吃。好吃的多吃点。嗯。这里的牛肉不好，草原牦牛肉才是真的好吃呢。可惜我吃不到。想吃就去吃啊，有什么吃不到的？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男爵凉茶，那就去男爵喝；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登船起航。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气。云哥，我去不了的。你去得了，因为我会带你。不。你怎么了，文君？云哥，叶云，你听我说，5年前，我被景玉王看上，从此就被关在这所囚笼当中。那是我和东君还有书信上的往来，我本欲将此事告知他，可是父亲他篡改了我的信件，他骗东君说我以远游离开了天启，我的婚姻成了景玉王和影宗的联姻，他们设下重重防卫看守着我，而师兄就是这第一重门。可我不甘心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想要逃离这里，直到那天你突然的出现，让我看到了一丝的可能。但为何？我知道你很强，在跟你的相处中，我也探到了你的性情。如果我真的开口请求你带我离开，我想你一定会答应的，一切就能按照我的计划来办。如若你不是叶云，因为你是叶云，是我真心喜欢的人，所以我不能连累你。你快走吧，你赶快离开天启。我不走，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今日顺风，宜出行，远游，不归。你们走不了。骆师兄，即使我放了你们，你们也走不出天启城。师妹，你知道的。那么骆师兄，得罪了。你疯了！你的伤还没有好。我也觉得我疯了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喂，年轻人，还是要好好保养保养，怎么跟你师父一样，要赢不要命啊？
李先生，不错不错，你师父一老头虽然是个废物，但你还不错。不知李先生来此有何贵干？我来带他走。我不走。美人屋里面待够了吧？你师父都已经提前杀到天启城了，你还能舒舒坦坦在这儿待着吗？还好没收你做徒弟，不然得活活被你气死。可我，可什么可啊？你想带他走啊？可你连眼前这个家伙都不一定打得过，就算打得过他，王府之外、天启之内还有尹宗4大护卫，还有你那美人他老爹尹宗宗主义补那老家伙，你都能打得过去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天启城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想带走他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什么可能？敢问先生，是何可能？那就是我出手。先生的意思是？哎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自然不是我要出手。我的意思是，想达成心中所愿，就要让自己变强一点，更强一点，直到最强。美人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先生说的有理。果然是国色天香啊，天香国色。我要是再年轻个100岁，怕也会忍不住提前带你远走高飞了。哎呀，眼光不错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师父3日之内要带你离开天启，咱们上路吧。我，云哥，你快走吧。半年，你等我半年，我会回来的。好。先生，等等，怎么还舍不得你那个小美人啊？此次回天启，我其实是要完成一件事的，没有完成，我不想这么轻易的就走了。你要去杀亲王？先生知道，也是，您本就是无所不知的李先生。称兄斗狠？不是，你先别反驳我。当年叶将军救部冒死把你救下，你现在去杀亲王，是以什么身份？叛族余孽，还是北离逃犯？哼，那亲王死得还挺荣耀的，为了伸张正义，惩处了叶氏逆贼，不料遭到报复，为国捐躯。那我该如何？亲王该杀，但不能是你杀。而应该是天下人去杀。若他这么容易被你杀死了，叶将军就再也没有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将军府一案，若风这些年一直暗中调查，搜集存疑之证。只是，此案事关重大，牵连深广，还需要时间。我明白了，我父亲和整个定远将军府需要清清白白的死去，也让天下人的剑刃都指向亲王。好，我相信你和小先生。孺子可教也。好了，我带你去见你的兄弟吧。逝者已矣，却还有情谊长存呢。故人远行，迎折柳相送。一为不忍分别，二为永不忘怀。还是算了吧。
这也太难为情了吧？云哥，东君，东君，云哥，你没死，真好。所以别再一提起我时，就有一张上坟脸了。要死，你先死。实在不行，一起死。君子道别3言2语就够了，不要婆婆妈妈的，絮叨个没完。东君对我的情谊，我看在眼里。东君，就先这样了。此次一别，也不知再见何时。希望再见之日，你我都已旧见成仙。再见之时，你我仍是少年。矫情。走了。哎，云哥，等等。这给你。折柳相送，我还只是在书上看到过呢。云哥，保重。东君，保重。你很快就会有第2个生死相交的朋友的。有了，不过那人估计快死了，已经许久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。谁在骂我？看来你对这朋友也不怎么看重啊。师傅，你也很笨嘛，我逗你的。我那个朋友命大得很，死不了。说我笨，走吧。师傅，您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便是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东爸，你有喜欢的女子吗？有啊，我与她有再见之约。何时？待我名扬天下之时。你为什么喜欢她？因为一眼万年。可是你不知道她的年龄，不知道她的性格，不知道她的身世，你就因为这样就喜欢上她了？喜欢一个人需要这么复杂吗？一见钟情还不够。她可是我第一个放在心上的。若是日后我再遇到其他的人，我也会告诉我自己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
哎呀，你说的话好对呀，我竟无法反驳啊。那师傅呢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在哪儿？都死了，因为我活得实在太久了，所以他们都死了。他们？是啊，我第一任妻子去世的时候啊，我曾经发誓过此生再也不娶了。但是后来，我想想这世间那么多姑娘钟情于我，我若不怜香惜玉，岂不是对不起她们呢？好多故事啊，想得好心痛啊，心痛啊！呸！有人看到李先生带着那个叶云，哦，也就是叶鼎之离开了。消息倒快。叶将军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忠臣。叶鼎之也是个好人，有他父亲的风范。若风啊，你说这次李先生出手，会不会？兄长放心，先生没有要卷入朝堂之争的意思。哦。兄长，学堂还有事情未处理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若风啊，你说，一个人心里有鬼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让他害怕呢？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。这么多人，这么些天，竟然都搜不出一个叶云。现在怎么样？他被那个老不死的带走了。天下这么大啊，谁能知道他去哪了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对吧？说！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！说！王爷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，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应贤，你知道吗？本王感觉有把铡刀时刻悬在头上，本王日日都能看到他，看到他那锋利、森冷的刃口，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。日日担惊，夜夜受怕，不得安寝。王爷，别怕，应贤会一直在王爷身边，保护王爷。没事，小丽师兄。是吧？好像是。董妈，我以前就听闻人说过，世上有一种人叫书痴。我本来是嗤之以鼻的，直到我认识了谢轩公子。谢公子，今日读什么呢？啊，龙月剑法。你在看剑谱哦？二师兄也懂剑法？师兄我可是出身雷门。
但是你嫂子新月她可是新剑的传人，所以我听说过这部龙月剑法。这是一部几近失传的高超剑术。季轩，你只看不练，你能学得会吗？谁说我不练？我在心中练。你以为我只是在看书？可我每看一招，心里的自己便用一招。一本书看完，剑法也就学会了。没想到谢公子也是个高手。没打过架，我师门向来以礼待人，门人几乎都不太会武功。可你们若是遇到不讲理的人呢？那就揍到他讲理为止。可你又说你不会武功啊？是几乎都不会。几乎都不会的意思，就是有人会。我有个小师叔，学问很高，武功跟学问一样高。唉，许久没见，确实有些想念小师叔了。这个酒可是有名的很啊，是吧？他家这个还不错。是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这字看上去还是那么美。二师兄，我有个事要问你。如今我已算是正式拜师了，对吗？当然，这仪式不都走完了吗？我拜师是为了什么？习武。那么请问，我师傅呢？尹师侄已经搬到了柳月师兄的府里，向他学习武功，而我的师傅成天除了干这个就是干那个，偏偏不教我。虽然说拜师是为了习武没有错，但师傅也没有说要教你啊，是吧？都是让弟子自己学的。那我拜师又有何用呢？当然是你在外边被欺负的时候，你可以响亮的报出我们老头的名号，吓死他们。哎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！那我带你去一个不无聊的地方，东妈。先生，此座只为贵客而留，也只有贵客能坐。拿杯水来。来，先生，请。先生，你想喝点什么？就来一壶桑洛吧。先生，我们店里还有很多名贵的酒。不用了，就要一壶桑洛。酒不该是用来享乐和炫耀的东西。先生说的是。那桌有人了。这位少侠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不妨和我一桌。这闹鬼了，哪有人啊？我是说，这个桌子被人预定了。好吧，叨扰了。先生，您的酒。桑罗，给这位少侠也拿个杯子。哎，好。
我有一个朋友，也会酿这个酒。那你尝尝。我觉得，没有我那个朋友酿的好。少侠的朋友是位酿酒大师，他呀是个酒痴。不知少侠尊姓大名？哎，先生请我同桌喝酒，不必如此客气。在下从未有过父母，所谓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故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所以我叫司空长风。这番介绍倒是颇有意思，想了许久了。看破不说破啊，先生也太不厚道了。小二，哎，这酒给我们退了吧，不要了，给我上壶别的。敢问这位客官，您想要什么？要秋露白。有趣。客官，今日可没有秋露白。为何？秋露白1月只出1日，1日只出2个时辰，今日怕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明日呢？明日也不是，后日也不是，大后日也不是。本月14公映，还有13天，且等着吧。哎，我很好奇，少侠，为何非要秋露白呢？哎，不瞒先生说，我此次来天启城，是为了见一个朋友。刚刚说的那位朋友？正是，我那朋友啊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就是好酒。他呢，跟我离别前吵着嚷着说要喝天启城的秋露白，所以啊，我就想先买上一壶作为见面礼。小子，你想要秋露白，这上面不就有一瓶吗？这上面是秋露白？多嘴！哎，小二，这秋露白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？只要你能拿得到。哼，简单。长风，你要取楼中酒，既然伸了手，便算下注取酒。你说透。客官，这是什么话？哎，这的确是陈酿12年的秋露白，世上只此一壶。你若想取，那便凭自己本事取；如若取不到，留下件东西就好。至于这东西是什么吧，由我说了算。谢氏。谢氏。陈先生。谢师是碉楼小筑内功夫最高之人，多少江湖公子试图取这个酒，却都没有成功过。哼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抢到了，便是第一个成功的。算吧，真正的高手不会来取这个酒，来取这个酒的多数是如你一般初入江湖的少年郎。不过时至今日，真正成功的也不过李先生一人。不过他呀，单纯是因为无聊碰了碰酒，也便走了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抢到了，确实算是第一人。好，那就来吧。枪不错，银月枪，我要。是一柄好枪，但可惜了。回去。一来就吃瘪，天启城果然是天启城啊！司空长风，久别重逢，不必行此大礼。百里东君，不错不错，你还记得我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也不来找我？我今日才到的，这正想去找你来着。好久不见啊，司空长风。楚墨公子，
不过，你刚到天体城就打架了，还被人打成这样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我想着跟你也算是久别重逢，总得备份礼吧。普通的酒酿的也没你的好喝，最好的酒新人卖光了，那我只能去抢。结果没曾想技不如人，没抢过，那枪还折在里面了。一个人抢不过，那2个人能不能抢过？谢师的金刚罩精进了不少，可惜啊，还是被这位少年给破了。哼，后生可畏啊！确实是如鹰一般的少年。你看，这边请。真可怕！这么快就找来帮手了？上面挂的那瓶酒可是秋露白？对，那是酿了12年的秋露白。我要了。好强的掌力！原来酿酒师里不止我一个人会武功啊！小师弟，不可无礼，这位乃是碉楼小筑1品的酿酒师，整个天启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。卓墨公子，谢师多有得罪，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，冒犯了，请多多谅解。李先生新收的徒弟，难怪。这位公子出手，可是为了夺酒？那是我兄弟的枪。你兄弟夺酒失败了，必须留下遗物，这是规矩。可若是我赢了你，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？当然可以。哎，用武功来赢酒，未免有些奇怪。不比武功如何？那比什么？自然是比酿酒。什么？这人疯了吧？跟谢师比酿酒，不自量力！就定在本月14吧，到时候我会带上我的酒来碉楼小筑，也请你们备好碉楼小筑最好的酒，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，然后我会带走那杆枪，还有那瓶酒。狂妄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谢师。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，也学了11年的酿酒术。我学了40年，得嘞。好酒可品人间百味，少年的烈，中年的温，老年的醇都不一样，也不见得谁学的酒就一定赢得过我。那就恭候大驾。哼。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呢，本来是要带我的小师弟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结果路过碉楼小筑的时候，听到里边有动静。我们呢就想说去凑凑热闹，其实是我自己想去凑热闹，正好这时候你被人给打出来了。我当下我完全没有想好怎么去反应，他倒好，大老远就把你给认出来了。好家伙，直接一个轻功上去，来给你一辆肋插刀了。你果然拜了李先生为师，成了卓墨公子，也就是这位二师兄的师弟了，真好。你也很好啊，还有命来天启城跟我见面。二师兄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这不就到了吗？这里是青楼？非也非也，这里是百花楼，
不一样的。哪儿不一样？因为有他，所以不一样。那年，我和顾剑门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的他正在抚琴。顾剑门可能是喝多了，听到了他的琴声之后，他兴致大起，举剑而舞。当时的景象尤为震撼。哎呀，真俊！所有的花瓣都被他的剑气卷起，五颜六色，姹紫嫣红。最终，所有的花瓣交替飞舞，成了一座花桥，从这里通往了那座高台之上。顾剑门说：“闻情可知人。”他觉得这个女子就是他的命定之人，于是踩着花桥，从这里走到了那里，撩开了重重帐幔，去见她。然后呢？然后顾剑门就下来了，他被拒绝了。啊？现在回想起来，也是几年前的事情。当时的姑娘现在也出落成闭月羞花的样子了，整个天启城都知道她的名字。不知道顾剑门那小子啊，在见到她会不会感慨？雷公子，许久没来听曲儿了。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。没有多久是多久啊？哎，那其实也没有太久。好像有杀气。小三，小年纪，不学好。我是无辜的。夫人。对呀，百里东君，你小年纪不学好，让你别来这种地方，你偏来。我都说我不来了，你非带我来，死拉硬拽把我拽进来，怎么样？现在满足了吧？开心了吧？师兄就不是一个能来这样地方的人。啊？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别说。夫人，我们回家，回我们温暖的家。雷公子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不来了，这辈子不可能来了。就是小师弟让我来，我也不来了。走。小师弟，趁年轻好好享受吧，好时光不多了。师弟啊！走。娘子啊！我错了啊！我们在哪儿啊？我们该干什么呀？少年郎，做什么？好生俊俏的少年郎。子怡妈妈，风姑娘今日还奏不奏曲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这不是来了吗？好嘞。呀，二爷，你来
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这首乐曲坐前面来。好，听着让人难过。我听过他，你来过？不是，你还懂音律？也不是。我听过这首曲子，它叫《江南月》。亘古乱人心，边秋闻夜声。从今秋露白，月照故乡明。这是一首思乡之曲。